赖清德3个字等于大罢免。你不同意赖清德，你就求不同意罢免。民进党最喜欢大家守护我们的国家，这句话我捡起来用。你要投不同意，才是真正拯救这个国家。他们没有什么中间地带，民进党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存在。他只有2条路给你选：一就是继续跟我一起干活；二，要么你就去死，要么就是让馆长死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自从2023年我就开始支持柯文哲了。2年前有个716，那时候蔡英文还没下台嘛，我们出来说，当年2016年你答应人民的诉求，司法改革、居住正义，什么都没做。我那时候就支持民众党，但是我也支持侯友宜。那时候我是支持蓝白合的，所以我们办了一场716嘛。那天除了民进党不来，其他都到了，包括连郭台铭他都来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在他们的政论节目也好，社群网络也好，他们那时候就密集的攻击，说叫大家不要去我健身房，然后在社群上甚至还有那种退费的会员，他把他叫去政论节目上，然后问他说那个一顿太好的嘛，问他说你怎么会退馆长健身房？因为他舔共啊，因为我以前爱他是因为他爱台湾啊，大家都很爱钱。这个套路跟现在黑所有的这个立委要罢免的理由是一模一样，差不多啦，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只是你比较撑得住。民进党斩草就是要除根嘛，这叫做割喉要割到断。今天馆长你不支持我民进党，你就不准活。所以民进党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存在，他们没有什么中间地带，他只有2条路给你选：一就是继续跟我一起干活；二，要么你就去死，他们就是要让馆长死啊。如果大罢免大成功，第一个被清算的非政治人物绝对是馆长。馆长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肉中刺，一定要除之而后快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针对馆长的生意进行绞杀。那真的这样累积下来，所谓的抵制退费，就害你这样活生生损失了这么多钱啊！对，所以但是我就觉得，你今天如果要搞政治，在台湾你就是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。但是我只希望柯文哲能出来。好啦，就算我今天生意不见了，但是我至少这个人我救出来，钱我们再慢慢赚嘛。那重点是我们牺牲了这么多，我去了北院外面这么多次，最后还是没出来，甚至连 FB 都可以当做羁押他的理由。大家还不赶快把民进党拉下台，大家还不阻止这个大罢免，那你什么时候要阻止？这个国家已经变得不是国家了，因为国家最基本的就是要一个法嘛。那到现在法说的是谁算？他说了算啊。他们贪污那么多人，没哪一个不跑的，哪一个不放的？一个科案居然要审建金居然2亿，郑文灿500万，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新竹棒球场12亿的案子，你看那个林志坚他照这样子，他早被押进去了。所以其实你从疫苗、口罩、快筛各个建案，每一个都赚得盆满钵满。重点是我还申请不了贷款，他们贷款都给财团啊。我从那时候我就觉得民进党，我就开始痛恨他。当时有很多民进党的中小金主，很多都搭上了这一波的顺风车，有的做口罩国家队，有的去炒股票，有的呢去炒地皮，因为土开案嘛。在当时疫情的那个特别预算的时候，那个钱啊是如海浪滔天这样演过来。台湾有2种法律，一种是民进党的，一种是民进党以外的，就这么悲哀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司法是最夸张，新闻媒体最乱，几乎台湾80%到90%的媒体他都控制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力量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国家已经没有救，那打 FB 或者什么的 YouTube， 他们下面留言大家都狠狠的给他骂起来，让他知道他操控不了。今天这个普发1万相当于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民进党他已经距离民意太远了，之前各个议题都没有那么有穿透性，普发1万是最有穿透性的，大家就开始觉得有1万可以领然后行政院说不行领原因是巴拉巴拉巴拉哔哔哔哔。馆长这么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但是他愿意站出来，他都愿意站出来了，那你我更应该站出来。这民进党就是这样啊，他已经到了失心疯的程度，他们就只有一个字，他们就只想要赢，而且是恶狠狠的赢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，今天你不要害怕，该站出来站出来，你站出来，馆长在前面，历史哥在前面，大家都站在前面，大家是真的很认真在往前在挺啊。如果你今天不站出来，真的是会完蛋啊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的是你全面的在促成，你说以后蓝白再也不会分裂。是，如果当政治团体、政治人物的合作是理念之合的时候，不是利益之合的时候，那大家有什么好分裂的？这太重要了。这也是你接下来一回台湾之后一直在推反罢免的原因。2023年我记得在一天的晚上，他们正式宣布蓝白合的那一天，我那天晚上开直播，我的观众群都是比较浅绿、比较偏白的小草。对，那时候我在跟他们讲我支持蓝白合，哇，我的粉丝那天把我骂死。我那天晚上直接跟他们讲道理，我说真的要合作才能赢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，最后就是没有合。蓝白合的当下，所有人都是非常振奋的。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，蓝白不合，所有人都要死。可是当下有人在煽动一些情绪，那时候也有人质疑我历史哥你为什么那么支持蓝白合？柯文哲人品有问题啊！也有人攻击说侯友宜就不是个当头的料啊！不管是学术的角度告诉你的答案，还是说从经验角度告诉你的答案，答案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分裂必死。台湾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
上第三势力的空间嘛，必然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极化的选择，要么跟着美国当跟屁虫，要么你就是跟大陆好一点，只有2种选择的方式。马英九选择是跟大陆不错，但是也跟美国维持友好关系。那这样的一个两极化的结果，就是台湾的政治必然是走向了两端的结论。未来如果要有长久的，比如说3党不过半的空间，那这个架构要维持，就是必须要对抗民进党这个邪恶，这样才会有3党长久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一个架构的稳定，你不可能是在赖清德执政之下而产生的。赖清德为了隐私不择手段，他会破坏所有的规则。那显以见得，2024年这场大型的社会跟政治实验是彻底失败的，因为获得权柄的那段不演的时候，这种结构根本无以为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4年对台湾其实有重大伤害，因为赖清德当选之后的所作所为，他已经彻底的谋杀掉了台湾未来的政治活泼性。现在民众党不是求发展这件事啊，他们现在更重要的是求如何把柯文哲救出来，光这一点就够民众党头痛了。那现在国民党呢，光求如何续命香火这件事，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头痛的。但是兵强马壮的民进党再怎么变态，但是他掌握朝政日久啊，他让人家感觉他总是会赢啊。所以其实这一次包括大罢免，包括接下来的2026到2028，每一次选举都是至关重要，因为你一定要让选民感觉到我今天会获胜，而这里面蓝白是没有任何分裂的空间的。蓝白要再次回到所谓的3党不过半，你必须先把民进党打成重残。馆长今天做到这种程度，其实我也是蛮佩服他的，给予很多人勇气嘛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纵使过去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有并肩的现在，共同的未来嘛。哪怕未来大家是要竞争又合作，合作又竞争。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一定要让在野密不可分，因为国民党已经穷了9年，他已经没有力量了，太弱了，家道中落太久了。然后民众党的主席又被关，所以2个这么惨的政党，你除了合作，你没有其他条路可以走。你遇上的是一个他已经贪污了9年的政党，他家大业大，操控了司法，有钱，这么多绿人上市公司，这么多建设公司，各大媒体的老板都站在他背后支持他，大家都想领补助，想拿广告费，在这么庞大的利益团体面前，你还要分裂啊？你分裂，你怎么跟他们这种人对抗？我个人是真的啊，绝对要和。26年的选举时间到了，或者说到28年前，一定会搞一个初选战嘛，那时候就大家一起帮忙。民进党的战术就是继续分裂我们，23年就这么干嘛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让他这么干，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要重新把台湾导入正轨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下来。对啊，没办法啊，不然你在那边，谁要当总统，谁要当副总统，就在那边，然后卡住了，再来沙卡都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大家都一起死吧。你到28年他再连任，以赖清德这种人做事的个性这么残忍，到时候又不知道多少人要被关到土城看守所。不要以为只有柯文哲哦，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做梗图的这个网友哦，可能每一个人他想办你就想办，你就用选择性的来处理，用司法、用追杀的模式，大家一起合作，一起努力，一起互动，然后一起把这事情给办好。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事情的角度想法，可是要殊途同归啊！我们能做的只有拉下民进党才是真正的大。那柯文哲怎么放出来？赖清德下台，柯文哲就出来。这个下台可能不见得是他在总统身份上的下台，他在权力上的跛脚也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。民进党就真的很会包装啊！所以老实讲啊，今天馆长过去会被骗，我一点都不意外了，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包装。只是说我们支持他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说他的包装怎样，但你心里就知道这个人不是。现在蓝军的支持者之前真的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士气低迷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个汽油已经这么满了，那怎么做？这个是关键。这样是最后已经倒数，我可以想象接下来奥博有多少。馆长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阶段是怎么样把大家士气激出来的话，我觉得馆长就是一个助燃剂。还有呢，这个时候最应该要做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应该要做的就是拜托各位出来投票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曹新成跟巴炯他们很紧张？当然嘛，不能说民调数字嘛，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说，如果爸比较徐小新，他就死了，活不下去，对，活不下去，或者说巴炯认为说我好累，巴炯讲那个话真的很好笑，我好累，但是又没有比我强的，比你强的多的是，好不好，兄弟？是什么咖？巴炯，全台湾都比你强，你不要那么自负。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讲这个？有压力，他们会觉得这是大罢免会失败，一旦失败了，就会牵连到2026年。民进党现在家大业大又内斗，大家都知道英系跟赖系本来就不好，还有民进党那么多体系，你搞了一个大罢免，你到最后不成功，你要直接影响到2026，那你这个赖清德他的压力就来。所以我觉得大家投票那一天真的拜托大家早一点出门。我也希望大家，如果你是住在别的县市，要回乡投票。民进党他的群众我了解，他们的行动力真的强。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输的就是活动力、执行力。民进党为什么今天他可以弄这么早就弄了31席？为什么国民党1席都弄不走？你说怪，其实是真的。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一战，国民党要改变，的确你就没人家那个积极度，你的选民也没有这么积极度。但是有一个可以互补的，现在最强的行动力比民进党还要强的就是民众党。草们啊，草很强韧，而且他们都花自己的钱。重点是这些人当初都挺绿，所以我觉得民众党配合国民党，那国民党要追上民众党的脚步嘛，为这种良性竞争。你看人家他们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强。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先搞定26号，26号之后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如果大家愿意要出来救台湾，民进党最喜欢大家守护我们的国家，这句话我捡起来用。你要投不同意才是真正拯救这个国家。大罢免就是赖清德，赖清德3个字等于大罢免。
所以同意赖清德你就去投同意罢免，你不同意赖清德你就去投不同意罢免。很多的朋友到现在还有人说，哎呀那个罢免好乱，怎么去投票？你有机会教训赖清德，你为什么不去投票呢？不要到时候投出来说，哎呀怎么投票率那么低啊？怎么有一些被罢掉了？干你们好弱，他妈的你不支持那边去瓜小啊？投票就像元气弹嘛，它是靠集结的过程就有人搞不懂，到现在赖清德已经化身大罢免本身了，你还不现在去罢他？群体的存活是大事啊，赖清德的坏是大事啊，个人的喜好是小事啊。就是很多人喜欢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为自己的失败主义找理由。很多人学历可能都比馆长高，但是馆长的智慧不比任何人低啊，因为他看得很透彻。所以格局要大，不要再为个人荣辱意气用事在那边该叫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罢免大失败。